佛家常讲万恶淫为首，就是说邪淫是诸多恶业中恶果最重的一个。何谓邪淫？指除正常夫妻关系外，男女不正当的行为，多指出轨。楞严经里就讲到，淫心不除，尘不可出，纵有多智禅定现前，若不断淫，必落魔道。邪淫最损人的福报，破坏人的修行，一旦触碰邪淫，则万劫不复，此前所修种种功德皆消散瓦解。汝负我命，我还汝债，以是因缘，经百千劫，常在生死。汝爱我心，我怜汝色，以是因缘，经百千劫，常在缠缚。有爱欲就有纠缠，有纠缠就会生苦恼，有爱就有，要么欠债，要么还债，多生多劫，轮回不休，实乃苦海。三界轮回淫为本，六道往来爱为基。邪淫是致使人痛苦不得解脱的根源，如出药经里说的，淫之为病，受殃无量，以危机大，见智烧身，自陷于道，益及他人，不知究竟，犹自引毒复引他人。是故说淫不可纵，纵欲。邪淫的果报由小至大，最终害了自己，也殃及他人。邪淫的果报到底有多严重，你不可不知。一、财富流失，损福严重。人的财富是福报的累积，一个人有多少福，就会有多少财。在一定程度上，财富与人的德行是划等号的。如果一个人德行不好，言行有亏，那么他的福报也在大肆的被消耗。福报不够，财富就守不住了，大把流失。邪淫的人不清净，业不净，财就靠不过来，不得聚拢。10分财，7分是福报，3分是努力，两者都缺少，自然财富流失严重。2、身心不安，多生奇祸。愿有一法，能安汝心。人这一生最大的福报就是心安自在，无事无忧。而邪淫造业严重，不但使人身体能量变弱，失去了清气与精气神，变得堕落，萎靡不振，内心也会多惶恐忧梦，不得安稳。业不净，心不得安稳，这是最大的恶果。俗话说，色字头上一把刀，生邪淫，一时贪欲无度，却后患无穷。淫欲臭，毁根不净，过后常增业苦深。心不清净，恶业增长，百苦多生。若无世间爱念者，则无忧苦尘劳患。若能断除爱念，当即断除忧愁苦恼的身心自在。普门品里就说道，若人多于淫欲，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，便得离欲。希望大家持清净心，广修忏悔，断除邪淫。3、嗔心重，相貌丑陋，诸事不顺。邪淫重得人，
没有慈悲平和柔软心，脾气比较大，业障现前，事情也会多不顺，这样循环往复，负能量会越多，命运就陷入了一团糟糕的境地。那么相由心生，心不平，脸上就多生嗔恚相，刻薄、丑陋，甚至邪恶、粗鄙，这样的人大家都不愿意接近，时间长了，身边贵人都远离。4. 夫妻不和，子女不孝，折损阴德。邪淫必然影响夫妻关系，最容易导致家庭破裂，也给孩子带来极坏的影响。父母是孩子的榜样，若父母德行不端，子女便容易效仿，这是最失败的教育，最无德的父母。邪淫也最折损一个家庭乃至家族积攒的阴德，阴德折损严重，必然不利后代子孙，致使家道中落，贫困衰败。世间最让人流连痴迷、割舍不下的，就是男女痴情了。男欢女爱，从古至今，从东方到西方，无论什么时代、什么社会，男女情深仿佛是永远的主题。但男女之情真是苦多乐少，要不怎么会有那么多故事都是很凄惨的结局，赚了观众大量的热泪？这是因为触动了自己心中的苦。现实生活中，受到男女情仇煎熬的比比皆是，家庭不和、婚姻不幸、出轨、情杀、高涨的离婚率等等，充斥着我们的眼睛和耳朵。现在社会这一问题尤为突出，世间的人仿佛人人都有这些苦闷，一切轮回根源皆因男欢女爱，一切众生皆以爱欲而正性命。爱欲是三界众生轮回之根本，如圆觉经云诸世界一切众性，卵生、胎生、湿生、化生，皆因淫欲而正性命。当知轮回爱为根本，也就是说有爱欲之心，就会沦落三界之中而不得解脱。懂得点佛教理论的人都知道，众生受业力的牵引，在六道中辗转轮回，生生世世相守，那是不可能的，仅是一句空话而已。人死后，每个人的业力不同，不可能往同一处，即便给你个机会，可以跟随那个让你割舍不下的人，如果他或她投生为恶鬼或下堕至地狱，你愿意跟着去吗？恐怕没有人愿意吧。若鬼、旁生、人中，所有一身，苦乐相杂，故有淫欲，男女辗转，二交汇，不净流出。鬼道也有性欲，旁生、人都有性欲，因为都有一身，身体是依报，意识思想是正报，就是知觉感觉。男女二人交汇在一起，则流出不净。我插一个笑话，前几个月有一个同修从美国回来，说了一个笑话给我们听。他说，人真是莫名其妙，有一个典故，阎王有一天判罪，判了老鼠两性的关系为每星期一次，其他很多动物都有时间规定，
马就吵了起来，很多动物也吵闹了，要阎王给他们多几次，大家吵得很厉害。人等不及了，就去问阎王。阎王正被大家吵得很烦，看见人来问，他就说随便随便，所以人对两性的事就很随便了。这个笑话我想大概是外国人编的，但也编得很有道理。真讲起来，人比畜生还要随便。为什么随便？其中大有问题，不要简单的看过去。佛教把有意识的生命称为有情，如人、狗、鬼、神等皆是。佛教认为其组成要素除的水、火、风、空外，最重要的是要有识，即有知觉与认知的功用。在增益阿含经卷12三宝品，世尊告诸比丘，有三因缘时来受胎，云何为三？于是母有寓意，父母共集一处与共止宿，然若无外识应来报，便不成胎。这段话说明受胎除了父母外，还要有外识、神识前来参与才可。神识即现代人所说的灵魂。神识之所以来投胎，驱使它的力量就是爱与心。对普通人而言，人生最重要的是两件事，就是饮食和男女。饮食是维持肉体生命的存在所必须，而男女欲爱则是维持人类种族延续的必要活动。其实一切众生都被触手骗走了。男女两个为什么要做爱呀？是触受的舒服吗？可是很短暂的，因为触而有感受，你们叫享受。你看性的高潮享受不到1秒钟就没有了，这个力量就散了。那个高潮来的时候，是11切入，都进入集中了，那个力量一集中，爆炸了，又散了，结果什么都没有。可是众生凡夫呢，愚痴，没有智慧，给骗住了。你看男女到了最高潮、最快感那一刹那，也是最空灵的，好像后天的呼吸都没有了，就是那股力量，那就是根本气了。那一刹那，你就体会到行阴的力量了。这么一弹指，有60个刹那，一刹那有900个生灭，是很快的。所以男女贪图那个性的高潮快感，其实一刹那都没有。大家拼命在那里转，人生都在追求喜乐。归纳起来讲，喜是心理方面的境界和现象，乐是身体生理方面的反应。喜乐的境界有大有小，我们普通讲的喜乐都是欲界的事，譬如饮食，看到好的菜，心里很高兴，就是喜；吃得很舒服，就是乐。但吃饱了以后又生病，不舒服。如果拿男女做比喻，就更清楚了。两个人情啊，爱呀，抱在一起，有了性欲就性交做爱，就会高兴，有快感，喜乐都包含在里面了。男女性高潮的快感只有一刹那的时间，喜乐都过去以后，两人身心都空空洞洞的，
严重的甚至有虚脱的情况。因为这是普通的喜乐，一切众生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，那就是离苦得乐，包括修道成佛也是这个目标。禅定功夫做得好，才能升天，但一般人升天的第一步都做不到。为什么？因为男女关系断不了，所以小成果位。先从基础来讲，不止男女关系不可以，连遗精、手淫乃至所有的自慰方法或者意淫都不可以。所以小乘第一条戒律是戒淫，不漏精不是只漏精液。修持的人应该在没有发动精液以前化掉它。道家广成子说，情动乎中，必摇其精，心中有一念，感情一动，精气已经在散了。精的道理是这个精，不是精虫的精，何况还有遗精。道家称漏丹、手淫、自慰等，基本上先要守住这个戒，但据我所知，一般人做不到。打坐做了几天又垮了。我们的六根都在漏，而身根的漏最重要的就是漏丹。现代美国的性观念问题非常严重，这且不谈。至于我们修道为什么不能得定，性的问题过不了关，所以不能得定。楞严经再三强调，淫根不断，如要得定，犹如蒸沙成饭，怎么能成功呢？楞严经卷6佛告阿难，若不断淫修禅定者，如蒸沙时，欲成其饭。经百千劫指明热沙，何以故？此非饭本，沙是成故。所以修行若淫根不断，如蒸沙成饭。这个根是什么根？过去杭州有一个和尚，是个很有名的法师，人家说他的淫根断了的，看到在家女或尼姑就和他们抱在一起，大家也不在乎，因为他为了修道，自己硬拿剪刀把生殖器剪了，这怎么是淫根断了呢？淫根不是指这个，淫根是心理。这和尚比谁都犯戒，这很严重。他因为自己生理部分一减，就这样乱来，一天到晚在犯淫戒、意淫。所谓淫根，这个根是指意识，意识上有性的欲念以后，就有各种漏丹的后果。一般这个漏只是指身漏，实际上六根都在漏，要把这个欲念完全净化了，才能得定。压制不是断，像那个和尚也不是断，那个根仍然存在。但真要断淫根，一定要到四禅定才能够断。所以大家打坐，从头顶到手指尖，每一根神经都没有得乐，就是因为经不满的关系，都因为是有漏之因的关系。我们打起坐来，生理不能舒畅，心里不能清净，念头不能专一，不能真得定，都因为有漏的关系。我们打坐有时很清净，是因为六根都收摄了，少漏一点，自然就好一点。慢慢多做，做到不漏，生理自然起变化。楞严经原文：
佛告阿难：汝常闻我毗奈业中宣说修行三决定义，所谓摄心为戒，因戒生定，因定发慧，是则名为三无漏学。难，云何摄心我名为戒？佛说：你不是经常听我讲说修行所依持的戒律吗？我常说修行的入门基本要点有3个决定不易的程序。首先要守戒，因戒可以生定，因定可以发慧，这是达成无漏果位的三无漏学。何以称摄福妄心为戒呢？若诸世界六道众生其心不淫，则不随其生死相续。如果这个世界上的六道众生，天、人、魔、畜生、恶鬼、地狱，他们的心里根本没有淫根，自然就不跟着生死之流去连续不断的轮转。汝修三昧，本出尘劳，淫心不除，尘不可出。纵有多智，禅定现前，如不断淫，必落魔道。上品魔王，中品魔民，下品魔女，彼等诸魔亦有徒众，个个自谓成无上道。你要修习定慧等持的正三昧，本来是要求出离尘劳世间，如果淫心不除，根本就不能出离尘劳之类。即使有很渊博的世间知识，或者得到少许的禅定境界，如果不断淫根，必定堕落在魔道之中，与群魔为伍。他们也有很多信徒，也都自称已经成就了无上大道。我灭度后末法之中，多此魔民，炽盛世间，广行贪淫，为善之事，令诸众生落爱见坑失菩提路。我去世以后，末法时期之中，将有很多魔民盛行在世间，广做贪淫的行为，并且还自认善知识去教化他人，使诸多众生堕落在爱欲第一的主观深坑里，丧失正觉的道路。汝教世人修三摩地，先断心淫，是名如来先佛世尊。第一决定清净明慧，你将来教导世人修学定慧等持的正三昧，必须要先断心里的淫根。这就是过去诸佛世尊所建立的第一个具有的决定性清净教化。是故阿难，若不断淫修禅定者，如蒸砂石，欲其成饭，经百千劫之名热砂。何以故？此非范本，砂石成故。如果不除淫欲而修习禅定，犹如蒸煮砂石，想把它变成香饭，即使经过百千劫的时间，也只能成为热砂，因为砂石根本永远做不成米饭。如以淫身求佛妙果，纵得妙物，皆是淫根，根本成淫，轮转三途，必不能出。如果以淫欲之身来求证佛果，即使稍有所悟，也都是淫根，根本基于淫欲所发捉，始终还在三途、畜生、恶鬼、地狱中轮转不休，必定不能超越。如来涅盘，何路修正？必使淫机身心俱断，
断性亦无，于佛菩提斯可希冀。要求圆满达成佛果的寂灭境界，必定要使身心淫机之根完全断除，最后连压制断除的心念也化为乌有，然后对于佛的正觉大道才有望证得。如我此说，名为佛说；不如此说，即波旬说。和我这样说法相同的，便是真正的佛说；不是这样说的，就是魔的说法。所以人和物理世界中的一切众生一样，这个生命来源最大的反复根源就是情和欲。换言之，它所突出的行为，除了饮食之外，就是淫欲，也就是现在人们统称的男女两性之间的性欲。欲和爱，欲和情，看来是本有生命中最平常、最自然的作用，但无论在宗教、哲学、科学，甚至是任何学术上，如果深入探讨，始终是无法彻底了解它的究竟，至少到现在这个时代为止，确是如此。由绝欲、懒欲转化欲乐，到达升华超脱的境地，那是何等的难题，也是最难完工交卷的答案。但世尊在建立规定出家比丘和比丘尼的戒律上，第一条便是戒饮。它的原理在《佛说楞严经》中有很扼要明显的定论，如上所说：若不断饮，修禅定者，如蒸砂石，欲成其饭，经百千劫，指明热沙，汝修三昧，本出尘劳，淫心不除，纵有多智禅定现前，如不断淫，必落魔道。这很明显的说，要修戒并会而求证出离物欲世间的第一功课，即须先离淫欲。至于他和世间伦理行为的善恶问题上，则是第二义中的事，在别的经论上都有说到，不必具论。但佛说的淫根在于心意识，并非指人生理上的器官，生殖器官只是身根之一而已。男性竟做好的人，元气发动了，生殖器就会硬起来，有时候甚至7天都下不去。这种情况下，如果不配上欲念，没有男女性交的心理，它还是会硬的，就像很健康的婴儿一样。睡觉的时候，他的那个小东西就会举起，这时如果能静下来，配合这个生命的功能回转来，就可以刺激脑，就可以打开脑的气脉了。不过要做到这一点很难，女性做得好的话，下面也会冲动，2个乳房会胀。女性性欲最开始敏感的地方是乳房，不是下面。这个时候如果不配上性欲，下面的阴部会缩小，变成处女一样，那么气脉就打通了。这是第一关。到家教这种情形，降龙伏虎，龙虎下山是要吃人的，所以要降服它。龙代表思想，思想在脑子里面像个龙一样，静不下来，会到处乱跑，连降虎的本事都没有。
其他都是空谈的。外面的感应真会有阿修罗、魔障来引诱的。佛经上有这么一个故事，跟从释迦牟尼佛出家的尼姑们私下议论佛，他们觉得佛大概是性无能，所以出家。另外，根据佛的想，虽然佛的男性生殖器很雄伟，但是像马一样会缩起来，这在佛经上叫马阴藏相。你看马的那个东西很长，可是收起来后就一点点。佛也是，睾丸像婴儿一样收进去了。阿难听见尼姑们议论，很受不了。有一次夏天，佛在睡觉，那个东西就举起来了，很雄伟。阿难故意把佛的裙子拉开，尼姑们知道了，统统都跪下了。原来佛不是性无能。密勒日巴祖师也有一段很有意思的经历。修道到最后的时候，境界中出现很多女性生殖器，大小都有，无量无数把它包围起来。他当然一点都不动心，但是任他怎么念经、念咒、观想，都降服不了这些东西。忽然他悟了，他把自己观想成大大小小的男性生殖器，每一个都插进去，然后那些东西都消失了。男性和女性还是不同，在性欲方面，男性很容易冲动，女性就不大容易冲动。捉火一般人都可以发动，可是由于习气的原因，只要一发动，他的第六意识就会配上男女性交的那个欲的观念，结果那个捉火发动就变成欲了。如果乐感不配上欲，就可以解脱的离生喜乐了。精虫和捉火有关系也没有关系。对男性来讲，捉火的功能引到两个睾丸，在交媾高潮的时候，精虫就会出来了。如果捉火发动到了睾丸，没有配上玉，就会炼精化气，就不会变成精虫了。女性生殖器就像莲花一样，到了高潮的时候，子宫还会张开，但是性感的地方不一定是子宫，有些人是外生殖器敏感，高潮时脉打开，连宫打开，有分泌液流出。这个分泌液不一定是卵，不管是男是女，这个流下来的液体都是由于快感刺激脑下垂体，变成另外一种液体而来的。一般人高潮的时候，真正的头脑智慧不会用的，头脑都是迷迷糊糊的，都有独头意识的境界。入定的时候是乐明无念，是明白的，和性爱高潮的情况相反。楞严经是一部佛家无上修行宝典，其重要性在法灭尽经中说，末法时代楞严先灭，其他的经就随之灭亡。如果能够将楞严经留存在我们的心中，佛经就永远不会灭亡。楞严经说，淫心不除，尘不可出。我们举心动念，天地都知，不要自以为密，害人害己。宇宙万物不离一心，
心念一起，十方世界皆知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培养慈悲心，不滥杀生命，杀生断除生命。淫者失去养性之宝，如劳切之症，难脱难除。淫心不除，尘不可出的来源，是因为阿难经历了摩登伽女的幻术之后，甚至上了摩登伽女的床，眼看就要破掉戒体，结果被文殊菩萨以无上神通提到了佛陀跟前。也就是说，阿难有淫心存在，所以才着了摩登伽女的道，差点破掉戒体。淫心不除，尘不可出，这句话强调了邪淫心的危害。在佛教中，邪淫被视为最恶劣的欲望之一，是轮回和苦难的主要原因。要修行成佛，首先需要断除邪淫心。高僧传记载一个故事说，从前有一个禅师研究禅理，道风很高，想求大和尚传授祖师衣钵，和尚不允许，他心中不免有微小抱怨和失望。和尚寂灭去世20年之后，这位僧人禅师偶然从西边走过，遥见河对面女子洗足，偶然动了一个念头，认为女子的足白净。忽闻大和尚在旁边厉声责问，此念可复祖师衣钵吗？这个僧人不觉惭愧，拜下，服的忏悔。从世俗的眼光来看，只不过是很微细的一点过旧，如果从戒律来看，此念已经犯淫戒了。可见沉沦六道，色为根本，声音实有，灭从色出，这就是楞严经的奥义大旨。这也是世尊再三强调的一个大问题。欲出尘劳，要断色心。世尊在楞严经中说，若诸世界六道众生其心不淫，则不随其生死相续，乳臭三昧，本出尘劳。淫心不除，尘不可出。因此我们这样认为，要想出世，得成佛国，究竟解脱，必断淫心。楞严经中有这么一句话，淫心不除，尘不可出。就从字面而言，意思是如果你还存在淫心，就走不出尘劳，但是淫心去掉了，就能走出尘劳了吗？一个修行的人，淫心如果不除，会有什么危害呢？万恶淫为首，佛教中认为，淫心带来的危害，能同时牵动人的六根，满足对六根的需求。人的修行是一个逐步去掉人的六根的过程，存在任何一点贪着与欲望，都无法达到六根清净。作为佛家在家修行的信众，因为结有家室，六根未断，淫心可以渐渐地去掉，一定要做到节制和自律。但是作为出家弟子，就要走出生死的束缚，解除六根对人带来的牵引和控制，达到心底的彻底空明。所以必须要戒掉淫心。为了让人们认识到淫欲带来的危害，佛陀在楞严经
中开始说淫欲是轮回之根本，若不断淫，必入魔道。正因为淫心能牵动人的六根，那么反过来说，只要人不断的修持，戒掉六根给人带来的影响，那么淫心也能逐渐的去掉。比如以素食的方式，过午不食的方式，以减少睡眠的方式，以闭口不言的方式，以保持自身威仪的方式，来断除自己错误的身口意。作为一个平凡的人，存有淫心对自己的身体的危害也是很大的。很多人将性欲作为人生快乐的根本，岂不知是招灾惹祸的根源。其实人生真正的快乐并不在于对淫欲的满足，而是来自于心中了无牵挂的真正自我。只有去掉淫欲，你才能达到这一地步。一个修行的人，只要能坚持修行，就可以达到走出尘劳的地步。为什么又达不到这一步呢？就是被人的淫心带动着人的六根，反复在各种欲望中挣扎，造成自己一直无法脱离苦趣。所以佛说，汝修三昧，本出尘劳，淫心不除，尘不可出。也许有人说，阿难与摩登伽女有宿世的因缘，所以才会遭遇摩登伽女的大幻术，上了摩登伽女的床。其实真正导致这一点的是阿难的淫心未除。如果阿难不存在淫心，无论摩登伽女怎么诱惑，阿难也不会上他的当。淫心不除，尘不可出。淫心除了，就是修行迈出了重要的一步，摆脱了尘劳的牵绊。修行开启了快进模式，逐渐的开悟般若智慧，进入明心见性的空明境界，才能真正走出尘劳，在静心和觉悟中达到菩提。心中见佛成佛，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留下一句淫心不除，尘不可出。愿大家守好本心，持清净戒，戒色戒淫，才能远离灾祸，诸事吉祥。佛法并非教你迷信，而是让你破除迷信，降服自己的内心，让自己更完美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，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